有什么事儿说。温迪给我看了你做的软件，我觉得是在魔晶上的一次质的提升。我现在需要在几天之内拿出一个足够好的升级版，快速的扩大用户量，以防苹果商店下架。所以我要你来帮助我，我想在你的软件基础上完成这件事。不然呢？如果我要是不帮你的话，你的麻烦会很大吗？我跟洛菲斯签的是风投合同，一半股权，一半债务。如果我要是在苹果商店下架了，我就得搬过来跟你一起住地下室了。那可能麻烦就大了。我的行宫现在已经有何小芒入住了，可能没地儿再给你加床了。我先去会大哥，等我陪大哥聊完了，回头再来聊细节。温迪对你不错，东西我前脚给他，后脚就到了你那儿。女人呢，这不才促成了咱们俩的合作吗？行，来，说句谢谢，我就走。你山寨我，我还要谢谢你，你这么有本事啊！要不是看在咱俩合作的份上，现在我就抽你了我。那你给我买单，滚蛋！李总，您接过了吗？可以给我答复了吗？我选择去魔晶。魔晶给你什么条件？我翻一倍。如果我是要打工，吉林很理想，简直完美，但我是个创业者。虽然郭新年跟我是竞争关系，但我们毕竟是同类人，而您，运营商，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创业者要做的是挑战你们，然后埋葬你们，继而分享这个世界。我不需要魔晶赢，更不想看见他死。要是魔晶死了，我们这些小人物的世界就太没劲了。小王，走了。卢总，跟李先生再见。哥，李先生再见。再见。咱们还有几天3个工作日。多久？严格的说，加上接下去的周六和周日，你还有5天。你可没跟我说过，只剩5天了。还剩5年，我找你干嘛呀？罗伟，欢迎你能来。既然来了，我们就先谈谈你的薪酬和待遇吧。我是来帮忙的，高总，薪酬待遇你们看吧。哎，外面的员工可以帮你做基础框架，至少可以帮你写代码。徐总，麻烦您跟外面那些人说，让他们走，现在就走，马上走，
5天之后再回来，或者永远不要再回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这里面谁是麒麟的卧底，谁是运营商的卧底。你太夸张了，这些人是我亲自招的。所以你是在跟我保证，他们都值得信赖吗？是吗？按罗维说的办。小王，干活。大家听我说，放下你们手中的工作，带上你们的私人物品，到我面前来集合，快！现在你们可以回家了，逛街、吃饭、看电影都行。放心，不是辞退，是放假5天。带薪休假。咱们这一次升级的重点在于把微博的自媒体功能拿过来写进咱们里面。我来写页面代码，卢卡，我需要你来写文字代码以及图片传输代码，然后老郭负责检查，负责检测。小王，帮我黑进苹果商店，他们喜欢在内部讨论问题，我要提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明白吗？没问题。等一下，你要黑进苹果商店？你疯了吧？万一他们追究你，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放心吧，这事我在行，我一个人干的，不会连累你们。这不是连累不连累的问题。你现在在我们这儿工作，你就跟我们有关系。你这是网络犯罪。卢卡，小王在跟你开玩笑呢。我看他这个样子不像是开玩笑的。等咱们正式开始工作之后，我希望就不要浪费时间在互相争论上了吧。既然请我来，就听我的，好不好？高总，时间有限，闲散人等就请离开吧。同意。说咱们呢？温迪，哇，一到这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废人。他们不会真的做黑客吧？他不敢。罗威不是说了吗？他开玩笑呢。纳兰，你跟苹果商店很熟，你告诉我，如果罗维成功了，他们能保证魔晶不下架吗？不知道。罗维能不能带来2倍的下载量，我真的不知道。我再啰嗦一句啊，我想要在里边链接一个音乐软件，一个视频软件，来增强咱们的兼容性，你觉得呢？兼容性，那后面就再加入天气预报，订机票、订火车票。没错。那为什么不改名字叫狐游呢？老大，我觉得魔晶的初衷就是简单纯粹。如果按他说的弄成大杂烩，就已经违背了我们的初衷，这活我干不了。卢卡，你还记得中关村从前有一条特别著名的广告吗？你每眨一次眼睛，全世界的同时卖出了4部诺基亚的手机，还有比诺基亚更简单纯粹的公司吗？然后如日中天的诺基亚倒了，
然后诺基亚老总对着全世界的媒体很委屈地说：“我们什么都没干。”是的，他死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干。我觉得你应该接受忽悠失败的教训。这已经是我们开始之后的第2次争论了。卢卡，从现在开始，技术问题都听罗伟的。要听你听，我不听。简单纯粹就是我们的理念，你不能有病乱投医。我可没想着过来砸你的场子啊。咱们俩不是说好了吗？你要跟他好好配合，靠他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我以为靠他一个人就够了呢。你别耍小孩子脾气行不行？现在不是咱们俩在电影院孤军奋战的时候了。咱们需要很多人，需要社会资源，需要变化，需要互联网的认同，靠咱们俩是完成不了的。但是魔晶就是咱们俩做出来的，做出来那天，咱俩死了，他活了。你想想啊，咱们俩现在除了补程序漏洞、修改界面，我们还能为魔晶做什么呢？魔晶从他面试的那一天起，他是有意志的，他要活下去。活下去需要营养，营养是什么？营养不就是来源于很多人的智慧吗？比方咱俩有个孩子，咱俩不可能有孩子。我就是打个比方。咱们得把他送进学校吧，他得经历小学、高中、大学，在这期间会有无数的人影响他的人格，影响他的发展。咱们能控制得了吗？说实话，我们能把他看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好的软件是有生命的，有时候咱们得学会放手。那你舍得放手吗？你倒挺会做思想工作。那时候我总觉得，等咱们有了钱，咱们的软件到苹果商店上架，简直就是美梦。现在看来，美梦也能变成噩梦。美梦成真和永远成不了真，都是创业者的悲剧。听不懂？你看，这个界面像不像一个万花筒？我哥设计的。这每转动一次，纸片透过光芒形成不同的图案。把一个产品做得这么有感情，就像童年的回忆，美好的幻想。怎么样？还有点意思。这罗维到底不一样啊！我觉得，就冲这个界面，我们的下载量就能增加不少。接着看，还有这个。我跟你讲啊，我现在的这些改动其实都是皮毛。就你给我这段时间真的不够，但是你也不用担心，就算时间真的到了，他们也不敢让咱们下架。为什么？你甭管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那个 Jason 的屁股不干净，金城给他在香港总公司留了一个很好的职位。我知道了。罗威，你还是黑他们了。你正直，你谨守你的技术，可是人家跟你耍流氓，面对流氓，你得有办法。我告诉你，就算这回魔晶输了，我也不会这么干。活儿得干，命得要。来，先把饭吃了再说啊。还有啊，各位，我在隔壁希尔顿给大家开了几间房，谁要是困急眼了就去睡。咱现在有钱了，得学会爱惜自己。谢谢徐总。吃饭。魔晶只要下架，他就再也翻不了身了。研发中心准备的怎么样了？一切准备就绪，就差人了。罗维这孙子，打完电话就没消息了。给我派人找到他。喂，过新年，我睡不着。我也是。我想见你。那你过来吧。坐吧。你现在别跟我讨论专业性的问题啊，我已经没有思考能力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次魔晶真的垮了，会怎么样？你为什么这么说呀？你不是最有信心的吗？你主张把罗维请回来，吸收别人的智慧，这样很好啊。你是天生的领导者。那些蛊惑人心的话，都是哄别人用的。我自己太清楚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真的觉得这次魔晶很有可能就垮掉了。但其实有时候我还挺希望它垮掉。累了。你说什么呢？累糊涂了吧？说梦话呢？我现在还很清醒，过一会儿就不知道了。其实跟我希不希望没关系，魔晶有他自己的命运。就算这次如果真的垮了，我一点也不后悔。以前我都失败过很多次了。那个时候，我特别希望我自己能成功，我能赚很多钱，我能很有名，我能像所有成功的创业者一样。但是魔晶不一样，我跟所有人都没有说过，我在为魔晶拼命的时候，其实我脑子里一直在想你。
这个人也不会哄女孩，也没钱也没势，但我就是想通过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的努力，我能够成功。因为我成功了以后，我就能体体面面的来见你，我就能跟你说，我希望每天都能听见你的声音入睡。我只要听到你的声音，我心里就特别踏实。去一个没你的地方，但是我怕事情给搞砸了。你令我的倔强长出翅膀。以前我还能去西藏躲一躲，如果这回魔晶真的垮了，我都不知道我能再去哪里躲。我假装不在乎悲伤，因为我连你都失去了。泪光，偷偷对曾经的美好无法说谎。我一心追逐光芒，有你在身边闪亮，就这样一点一滴被你影响。打扰了，早点休息。去一个没你的地方。其实我过来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再听听你的声音。长出翅膀，再不害怕飞翔流浪。我假装不在乎悲伤，却眼含泪光，偷偷对郭新年，你是不是死了？无法说谎。我一心追逐光芒。郭新年，你是不是死了？就这样一点一滴被你影响。我假装不在乎悲伤，却眼含泪光，偷偷对曾经的美好无法说谎。我一心追逐光芒，有你在我身边闪亮，就这样一点一滴被你影响。高迪，快起来，吃点早饭吧啊！辛苦了，来。三明治，分店里啊。走，老大，架构已经写好了，你快过来看看。看看。早饭给。卢卡还睡呢，对，待会儿再叫。让他睡吧。罗伟，这怎么回事？音乐传输、视频传输，我们能做到吗？为什么要写上去？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但这个不是咱们的发展方向嘛？先把它写上去，等下次升级的时候把它做到，不就完了吗？先写着，对咱们的用户也算是个期待吧。既然做不到，就不能写上去。这不是期待，这是欺骗。哼，这是什么？这是欺骗。
罗维一宿没睡，辛苦了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弄出个东西来，你不能三言两语就给人家否了呀。这跟辛苦多长时间没关系。做不到说假话，我当然得否。郭新年，你应该多听听大家的意见。你不要插嘴。我觉得你现在有点小心眼了。技术你不懂，不说话好吗？我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有很多软件也加了很多他们无法实现的功能，然后通过商业的宣传炒作，让别人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但是这么做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做不到，我宁愿不要。对，宁愿赌上魔晶死亡的命运也在所不惜。对。人家说点太夸张了，这跟欺骗这两回事儿。罗维能不能做出来视频传输、音乐传输？虽然我不懂技术啊，但是我知道，只要服务器够大，它就能实现。这就跟人电视剧拍续集似的，可能还没拍呢，这不重要啊，我们会做到的。怎么到你这儿就成欺骗了呢？这是原则问题。音乐传输、视频传输的压缩程序写出来了吗？用什么格式？压缩到多大？怎么呈现？怎么算？哦，租个服务器就解决了，那要我们这种写程序的人干什么？我再次重申哈，虽然我不懂技术，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觉得把这2个条目写上去对下载量有帮助。哎，怎么一到你这儿，你一来就这一顿炮轰呢？刚才你说到原则问题，现在最大的原则就是魔晶不能死。你别忘了，罗维是你提议邀请来的。和上一次你们要把股份卖给李奔腾一样，现在又要集体跟我对着干是吗？不是，老大，我觉得你有点情绪化了。闭嘴！老郭，我觉得现在咱们的讨论的不是技术问题了，是理念问题。我是个外人，这么重大的事情我就不发表意见了。正好今天你们股东都在，你们就一起商量个结果吧。我就在楼下，商量出结果了，通知我一声。哎，罗威，你别走，你坐下，我说2句话。罗威来没有提出任何股份薪酬的要求，就把他的设想架构做出来了，大家有目共睹。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有人没有说过一句感谢的话，这样不公平。罗威，我谢谢你。现在我代表我个人表个态，我非常希望你能长期的留在魔晶。只要魔晶活下来，我会尽最大的可能满足你在股份、薪酬上的要求。谢谢。我就在楼下，行吧？哥，他什么意思呀？他请你来的，现在就这态度呀？李奔腾那么大个人物，见了你也是客客气气的。还有京城，多牛呀！他求你的时候不也是低声下气的吗？人家现在是老板，咱们毕竟是在给人家打工的。3家青年，他最穷，他算老几呀？他，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你来这干。
请问你是罗维吗？我是。我们是怎么了？自从拿到投资，就没有一天意见统一过。卢卡，你不是最反对这个架构吗？今天你怎么就能接受了呢？你昨天不是说服我来着吗？然后你说所有技术上的问题都听罗维的，让我好好配合他。然后我就积极配合他了，结果你这样。我倒是觉得，音乐传输跟视频传输这2个选项应该留下来。你反应过度了。在技术问题上，我有1票否决权。卢卡是技术总监，公司名片上是这么印的，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吧？我代表洛菲斯发表一点意见吧。请罗维来，是想用他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来丰富魔晶，而不是把魔晶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再说了，就算按罗维说的做了，下载量就能翻1倍吗？谁能够保证？我同意郭新年的看法，做不到的一定不能写。简单纯粹，最重要的是诚实，这才是魔晶的灵魂。不讨论了，删。姓罗的，你脑子进了几吨水啊？站在魔晶那边，你觉得他还能蹦跶几天呀？啊！这么大的一个研发中心，你还不够用吗？让你来当头，你就这么不识抬举？是你不守信用，还是我不守信用啊？你不是说帮我弄死魔晶吗？我是答应帮你弄死魔晶，可没答应帮你弄死做魔晶的人。是你告诉我把电脑毁了就可以的。把电脑毁了就能把软件也毁掉吗？就你这个智商啊！电话没带，人又找不着，这算怎么回事？都怪郭新年，刚才说话太难听了。不至于吧？这就走了？这也太脆弱了，谁也没得罪他呀。还要怎么得罪啊？谁是他请来？现在又对人家这样，就怕罗维这样不谈条件。其实人家心气儿高着呢。我服了，我怂了。借我电话用用，把电话借我用用，我给他们打个电话报平安。电话。喂，是我。你到底什么情况？有意见直说啊！跑哪儿去了？金城，金大少爷想我了，所以他把我们请到他的地盘上来，想跟我们聊聊。什么？
你到京城那儿去了？我跟金总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友好的、开诚布公的商谈。本次会议将会结束在下午2点。这是espresso吗？罗威还没回来吗？刚来了电话，说去京城那儿了。他去京城那儿干什么呀？电话里听他的口气怪怪的。怎么样？我这儿不错吧？我说过，之前的是非我们不提了。你来我这儿把事情做好，我不会亏待你。我听说李奔腾也找你了，他给你多少啊？魔晶给我多少，他翻1倍。那魔晶给你多少啊？魔晶正在商量给我多少呢，我们就被您给请来了。哎，你为什么帮着他们呀？你真觉得魔晶还有救吗？您和李老板都觉得魔晶没救了，然后想重新做一个像魔晶一样的软件来代替它。那这世上除了郭新年之外，还有谁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软件来呢？我。为什么不让我陪着他们走完这最后一程呢？这样我就可以更彻底的了解魔晶，我就可以更好的为您2位服务了呀。坏人，我喜欢。这儿归你了。李奔腾答应给你多少？我给你翻2倍。救你的人来了，那总。金晨，你想干什么？我跟罗威聊天呢。平凡又普通，美与众不同，别人眼中的我，谁不想成功，梦醒成英雄，在你眼中我不同。今生只有你看好我，只有你相信我有梦，有你带给我的星空，从未想过离开过。爱带你我走很久，幸好你在左右，陪我从无到有。爱该不该再等候，快将爱说出口，与你相守。我的梦，迎接情绪嘲笑的苦。爱带你我走很久，幸好你